嗨，大家好，欢迎收看 Boss Fun Vlogs 我的频道。这一集会是我的上一集的续集。那上一集是拍我爸爸看黄明志出了《墙外》这首歌的首次观看的一些结果和反应。那如果还没有看过的观众朋友们，记得到影片的说明处点选连结去观看第一集。那同时我也要感谢各位观看第一集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在我频道上很大的突破的一个影片，然后也非常感谢大家在留言处的支持以及回馈。那很多人有问到说，就是我爸爸在看完之后为什么会那么的感伤？那其实因为爸爸发现那个在偷拍，所以就把影片给卡掉了。但是看到那么多人的支持与回馈，所以他跟我分享了这些故事，我想说就用我自己的方式去转译，然后跟各位观众朋友们分享他到底跟我讲了一些什么样的故事。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同时也邀请各位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们喜欢这样子的内容的话，请记得帮我按赞、留言、订阅、开启小铃铛，还有分享我的频道。OK， 那在我爸爸跟我分享这些故事之前，他先请我去搜寻了4个关键字，因为这些是跟他的整个故事是有非常大的关联性。那第一个跟这个黄明志的这一首歌也是有息息相关的，就是中国的这个网络防火长城。那第二个就是6·4天安门的事件，第3个是台湾的高雄美丽岛事件，第4个是台湾的228事件。相信这些事件很多观众朋友们一定在历史课都有听过，或是在一些社会新闻上都有看过他们的出现。那在查完这些事情之后，特别是看到了这个中国网络防火长城相关的一些说明之后，我有点顿悟，就是发现说，因为我自己从小2就是一个实验体制自学的方式去进行学习跟去 homeschool， 然后所以我从小都一直很习惯说用网络的资源，或是从手边的资源去网络上找各种不同的管道，不管是社群媒体，或是 YouTube 的影片，或是一些论坛的专业人士的分析跟分享。那虽然大家可能都知道网络会有很多一些假新闻啦，或是可能大家说的方式都不一样，但是透过自己的一些媒体识读的能力，可以去分析出来说大概什么样才是真正的事实。那反观这个中国的防火长城，他们却是这个防火长城就有点类似一个无形的墙，然后他们是透过这个 IP 的封锁方式，那他们的说法，中国的官方说法是要保护他们的人民不受到外界的一些影响，那他们就是透过 IP 的这些锁定方式，防止中国人民去找到一些国外的新闻，也防止国外的一些外界的人士可以联络到中国内部的人民。对，那在看完这个新闻之后，我的顿悟就是说，我从小2开始就是自己用这样子网络资源去学习，但是在中国内的这些朋友们，他们却是没有办法去看到国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们所看到的都是他们在国内发生的事情，或是他们的政府想要给他们看到的事情。那我觉得最让我惊吓的是6·4天安门的事件在他们的网络上是完全找不到的，就是在这个搜寻过程当中，我有看到一个美国新闻做的一个算是 documentary， 我觉得很酷，就是他们把6·4天安门的这个影片拿给中国的这些民众看，然后他们是根本不知道那个到底是什么事情，他们甚至说这个在中国不可能发生，这不是中国发生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很荒谬。以我这个年代，我觉得非常的，身为一个出生在科技时代、一个网络时代的年轻人、青年人，我觉得非常的压抑。然后同时，在上一个影片的留言处也有很多的前辈以及朋友们有分享到说，我的爸爸非常的年轻，然后跟我年龄没有差很多，但是可以邀请各位朋友们在留言处留言说你们觉得我跟我爸爸大概几岁，因为感觉大家都没有猜对。给你们一个小小提示，我目前还没有成年。好，那回到刚才的正题，就是这个网络防火长城基本上就是一个无形的墙，那所以就会有所谓的翻墙这个动词出现。那翻墙其实就是 vaulting 就是翻过一个墙嘛。那所谓的翻墙就是一些中国的人民他们可能会用 VPN， 就是所谓的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虚拟私人的网络 IP， 用这样子的方式把他们的 IP 给转到其他的地方，让他们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可以去找到其他国家的资料。基本上就是把你的这个网络的地址
迁移到其他国家，让你可以看到其他国家的东西，去翻过这个长城。那看完了这些有关这个中国的网络防火长城的各种报道、分享，还有分析，还有说明的这些资料之后，我觉得他们这样子煽动民族的仇恨，还有这个资讯的阻隔，对我来说，我觉得是让人民没有一个可以团结起来来一起对抗政府的这个机会。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一个集权政府稳固政权的一个手段之一。对，这个是我自己的看法。那如果大家有其他的想法，或是想要加一的，可以在下面留言。那也邀请大家，我们以一个开放性、尊重、互相彼此包容的方式去进行一个讨论，我们就不要针对任何的族群或是任何一个人去进行攻击。好。那以台湾来说，从228事件开始，一直不断发生大大小小的这个警民冲突。那一直到美丽岛事件，我觉得在我这个小小的历史课结束之后，我觉得这些民间与政府的抗争，都是台湾人集结来结束这个党禁还有戒严的诉求民主以及自由的呐喊。那到了美丽岛事件，其实就是这个。我们民主的力量算是到了一个极点，然后最后爆炸之后，这个我们的政党不管是在人民的压力之下，还有国际新闻的压力之下，还有其他国家的政府的压力之下，被迫去改革，然后让台湾真正的走上向往民主的这一条路。对，所以身为我们这一代可以生活在那么民主的国家当中，我觉得是很幸福的。对，那中国也有类似的民主运动，就是我刚才提到的4个关键之一，就是这个6·4天安门的事件。那这2件事情，就是228还有这个美丽岛事件跟6·4天安门这2件事情，虽然是不一样的，他们的起因是不一样的，但是同样都是我们的人民的自由意识的抬头。我们这些人民都想要向往一个民主的社会，都希望我们人民可以自己做主，一起跟政府有一个对谈，或是来沟通，说我们人民想要什么，来去做一个改变，来摆脱这个政党的专政。时至今日，高雄美丽岛事件和8·9民运这2件事情带给我们现代社会的改变，却是天差地远的。在美丽岛事件结束之后，台湾人民更加关心政治，我们团结一心的监督政府。那到现在，我们甚至是有代表各种不同群体的委员会，像是我们在青年事务就有我们的青年事务委员会，或是青年咨询代表。那如果年纪更小的青少年的话，可能就是青年儿少咨询代表这样子的组织，让民众可以直接参政，然后跟政府有一个直接性的对谈，让我们的社会可以持续的民主化，持续的为我们的人民进行改变。那为了保护我们自由意识而逐步走向民主，就是这个高雄美丽岛事件最大的一个改变。但是反观6·4天安门的事件，却因为在这件事情之后，他们的政府建起了这个网络防火长城，从此之后把6·4天安门的事件从他们的网络世界完全的消灭，让它消失掉，让人民无法获得6·4天安门这件事情的真相。造成他们的下一代年轻人对这段历史的记忆完全是空白的，那就是带到刚才我讲到的那个外国的新闻，有在他们国家做过这个调查，那问到他们的人民，他们是完全不知道6·4天安门这件事情有发生在他们国家，甚至是说这个不是我们国家发生的事情。那我觉得中国的这个网络防火长城，其实就是对人民的思想进行一个囚禁。那以上大概是我自己在针对这4个关键字做完一个算是研究自己的一些想法。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对我的 idea 有没有什么同意、赞同的，或者想要反驳的，或者想要提出你们自己的想法的，一样欢迎在留言处留下你自己的想法。那现在就进入我们的重头戏，也是大家想要听到的，就是我爸爸看了那个墙外这首歌到底为什么会哭，到底想到了什么样的故事。我的曾祖父、曾祖母，也就是我爸的义公义妈，是从中国跟着国民政府迁台。我爸有讲到他在中国的堂姑丈及表姑丈，还有他们的大陆同胞，那个时候是不满政府权威压迫，其实内心已经很早就是渴望这个改革的行动的开启。
所以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我爸的堂姑丈跟表姑丈当然就义愤填膺、满腔热血的投身在这个抗议中。那时候的台湾正开始品尝着民主自由的甜美果实，因为在1989年的10年前，1979年就是我们发生高雄美丽岛事件的年代。那身在台湾的我们，当然非常赞同他们想要争取自己的权利的行动。犹记得那时候在台湾的我们，守在电视机前面看着国际新闻，一听到开火的那一刻，空气瞬间凝结，内心揪成一团，久久不能释怀。我爸的姨妈担心的以泪洗面，义工一直打着接不通的国际电话，终于在6月8号那天接到唐伯母报平安的来电，说唐姑丈因为急着将中弹的同学送上救护车，推着板车在慌乱中不小心冲撞了武警，头部被警棍狠狠地敲了一记，有点头疼，所以在旁边休息。我爸的义工千交代万交代，一定要把唐姑丈送去看医生，如果脑震荡就严重了。隔天我爸爸的堂姑丈突然晕眩跌倒，紧急送医后因为颅内出血并发脑水肿，宣告不治。堂婆和堂伯母也就这个儿子，因为失亲一直生活在伤痛之中，我们内心都感到不舍。义工姨妈每年都会找时间回中国探望他们。中国的亲戚们一直期待会有一天某一位高级领导者像台湾的228事件一样，向人民道歉，承认当年的武装镇压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但是就在共产党建起网络防火长城，能够恣意篡改抹灭人民的历史后，这个梦想就变得遥不可及了。政治改革必须是一股持续的力量，要靠世代的传承延续，上一代付出的热血，辛苦开垦出来的道路，如今回头却已荒烟蔓草，后续无人想到那无力回天的失落感，不是没有投身革命的我们能体会的。我爸接着说，历史是现在安身立命的根基。当我们在享受民主自由的丰硕果实的当下，千万别忘了是前人胼手胝足、挥洒汗水、不畏万难栽种下来的种子。知识是未来披荆斩棘的工具。当我们能随时吸收知识，是幸福的。千万不要把所有时间都花在玩线上游戏或聊天了，这个他非常针对我。接着他就说，虽然现在看着高房价叹气，偶尔叫他鬼岛，台湾绝对不是完美，但是也没有比生活在这片蓝天绿地，呼吸着自由民主的空气更美好的事了。除了自由民主的空气，还有很多的 PM2.5。我爸说，感谢他的义工姨妈，我的曾祖父曾祖母做出迁移来台的决定。在资源不足生活艰困的环境下，我爸说他真的很不孝。在义工病危住院时，他因为正在教课，本来想隔天课程结束后赶回去，结果义工凌晨就离开人世，没有办法见到他最后一面。讲到这，我父亲又再度哽咽。我其实很感谢有黄明志《墙外》这首歌，因为这首歌让我跟我爸开启了这段对话，然后他跟我分享在他的上一代，就是我的曾祖父曾祖母他们做了哪些事情，然后跟这个民主的改革有那么息息相关，然后同时也是给我一个很棒的历史课。对，那在上一集其实有很多的朋友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想要听到我爸爸分享的故事。那甚至有一些前辈在下面也有分享他们自己的生命故事。所以我的这一集其实有一部分是想要做一个抛砖引玉的动作，然后邀请各位前辈们，因为我相信只有你们自己的生命经历，一定有很多的故事可以分享。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想邀请大家在留言处分享你们最切身的生命故事，一来是让其他观众朋友们可以有一个交流，然后二来也是让我自己非常喜欢听故事的我可以看到你们的年代发生了哪些事情。那如果大家喜欢这集的内容的话，邀请大家帮我按个赞、留个言、分享、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这一集包窗 Vlogs， 我们期待下一集再见，拜拜。